80岁老太说自己被强奸了，警察赶紧问是谁，可还没等他回答，就震惊地发现老太太胸口竟满是烫伤。警察立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有人把老太当烟灰缸了。但医生检查后并没有发现男人体液，可是他的胸部和私处却有12处新的灼伤，并且老人还患有老年痴呆，这导致在接下来的询问过程中，警察遇到了不小麻烦。一开始老人还能清楚地表达是在睡觉时被性侵了。I was asleep in my bedroom and I woke up and pushed up my nightgown. He was in there. Oh, it hurt so bad. I tried to hit him, push him off, but I couldn't move. 警察赶紧问对方是谁，结果老太说是住在家里的人，因为他投资失败把钱赔光了，所以住在我家里，并且他还每晚都喝酒。可接着就自言自语起来。见状，警察赶紧问他名字叫什么，却不料在这关键时刻，老太太竟突然忘记刚才说什么了，这一下就将警察整无奈了。可老太太则是丝毫未觉，对此警方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首要任务是先查明老太的身份，而根据她是在一栋公寓楼里被发现的，所以警察推测她曾住在那里，于是彻查了100年间那栋公寓的所有住户。很快，眼尖的警探就发现了线索，曾有一家人带着3个女儿住在这里，当时3个女儿也都是10岁左右，现在算来年纪刚好在80多岁，因此老太可能就是3姐妹之一了。随后警察根据记录找到了唯一还在世的3妹，她表示老太叫贝斯，是邻居家的女孩，但她有时半夜会偷溜过来，哭着入睡，很是可怜，因为她家住着一个怪叔叔，肯定是欺负她了。这下警察终于弄明白老太的身份，但他还是不记得谁性侵了自己。于是黄博士对贝斯进行了诊断，他分析是虐待事件触发了他童年遭性侵的记忆，于是他就逃到他能想到的唯一避风港，也就是他朋友的家。但关键是贝斯到底在躲谁？黄博士认为对方是一个虐待狂，他享受凌虐他人，他很年轻或是社交发展不良。而就在大家以为贝斯永远不可能说出内人之际，图图已通过社保系统查到了贝斯，发现他的护理支票都寄去了一家西洋红敬老院，于是下一秒警察就赶到了那里。院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当俩人提出昨晚这里失踪了一个人时，院长当即否定了，因为会有人定时去查看他们。然而贝斯现正在派出所呢，这要怎么解释？哪知院长竟告诉他们，贝斯2周前就离院了，是他儿子带走了他。随后警察就带着搜查证闯进了儿子家，不料儿子并不在家，于是俩人就随意查看了起来，结果很快就发现了捆绑带，一看这就是贝斯的房间了，看来他果然被虐待了。而就在这时，儿子广坤也回来了。接着警察就亮明了身份，然后把他带回了派出所。广坤还以为是让他来接母亲的，谁知下一秒警察就出示了贝斯被捆绑的痕迹，让他解释。可广坤竟称这是为了保护母亲，因为他晚上会乱跑。但当看到母亲胸口的烫伤后，广坤也震惊了，满是一脸不敢置信。他这才明白警察认为是他干的，但下一秒就立即否认了。可警察根本不信，接着就指责广坤不仅老娘丢了都不知道，还绑着他也没法上厕所。但广坤也有理由，声称早晨会有保姆过来照顾他，只是不知为何今早没来，并解释之所以把母亲带离敬老院，是因为母亲每月付他们7000块，简直是在坑他的钱。但警察却认为是广坤贪图母亲的钱，结果气得广坤不想再说了，直接撂话要么控告我，要么让我走，并且我还要带走母亲。警察当然不想将贝斯再推入火坑了，可检察官也明言广坤是法定监护人，并且也无法证明贝斯受虐待。不料本森立即提出他被儿子捆绑过，但检察官也相信律师肯定会辩称广坤那样做是为了母亲的安全。这一下整的警察也没了理由。不过检察官最终还是熬不过警方的请求，找了个牵强的理由，将贝斯重新安置回了敬老院。结果气得广坤发誓要告死警察，不料同时法院还冻结了贝斯的账户，整个广坤再也动不了母亲的钱了，他更是气急败坏了。而此时警方还没意识到，他们才是真正将贝斯送入了虎口。接下来警察还要继续调查是谁烫了贝斯，于是先来找了广坤口中的保姆，但保姆并没有看到贝斯身上的伤，也没见过广坤虐待他，不过却提到那晚广坤在家办了派对。于是警察又来找了广坤，他们猜测嫌犯是参加派对的人，可广坤却保证不是他们，也不想警察去找他们。但警察也看出来了，那些人都是广坤拉的投资人，他不想得罪他们，于是不停给广坤做思想工作。但广坤死活就是不交出宾客名单，没办法，警察只好翻找广坤小区的垃圾箱，试图找出名单。好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包烟蒂，盲猜其中之一肯定就是凶器了。但这么多烟蒂却让技术人员头疼了，因为他们分属5个不同牌子，并且尺寸大多相同，根本不能靠直径大小来判定是哪个，所以无法确认凶器。然而就在警察以为白忙活一场之际，大喘气的技术员又给了他们希望，他有方法能够提取到上面的指纹，只要参加派对的宾客的指纹在数据库里，就可以比对出来。就这样，警察比对出了其中几名宾客，但他们都否认见过贝斯，可却揭了广坤的老底。原来他一直在榨取母亲的钱财，然而广坤却不承认，还称只是缴房租时才动母亲的钱。但警察早就查了贝斯的账户，发现1个月内竟被提了5次现金。结果广坤一看记录，
立马明白原来是辍学的儿子干的，并且坦白那晚儿子也参加了派对，还带了一个二流子朋友。期间他们需要一个地方等酒醒，我就让他们在屋里待了1个小时。而警察一听这个消息，立马就怀疑上了二流子朋友，随后就立马来找了儿子永强，对他展开了审问。不料永强竟交代，本来奶奶为我设立了大学基金，结果却被老爸全花了，所以我才没钱上学的。接着警察想知道奶奶是否再给他开过支票，而永强也承认了，但却否认伤害过奶奶。于是警察又问起了那个二流子朋友，可永强不知道他是否和奶奶独处过，最后交代他在西洋红敬老院当护工，我俩也是在那认识的，并且他还照顾过奶奶。就这样转了一圈，警察又回到了敬老院，并恰好撞见二流子玉田在欺负老头。老头显然很害怕他，但玉田却不以为意，声称老头总是拒绝打针治疗，我这是在帮他。但警察可不认同他的做法，也更加怀疑他就是凶手了。然而玉田坚决否认烫了贝斯，在嘲讽了警察一番后就离开了。可从玉田刚才对老人的态度来看，他一定就是凶手。于是为了摸清玉田的底细，警察来见了院长。结果院长一查发现，玉田工作1年来只被严重投诉过1次。曾有个老头指控玉田想闷死他，不过老头有些糊涂了，而且我们也调查了，当然什么也没查到。同时院长也表示这里的病患大都脑子不清醒，所以有这样的投诉不足为奇。可警察不太相信，于是亲自去询问了这些老人，想知道玉田到底怎样对待他们。不料很多老人都反映玉田态度糟糕，还以虐待他们为乐。但问题在于，每个受害者不是受药物影响，就是年纪老迈，就算他们记得发生了什么，也是不可靠的证人，因此仅凭他们的口供还无法锤死玉田。然而就在这时，检察官却查出了一个案子，半年前有人曾向敬老院索赔，是一个已故老人的遗属提出的，但却不知内容是什么。因为最后和解了，还附加了保密条款，大队长立马觉得有蹊跷，而检察官也已经申请开棺验尸了，但法医对尸体却检验不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注射了防腐剂，根本查不出什么毒物反应。不过有一个可疑点，病历上并没有写胳膊上有个小针孔，所以这就是个问题了。然后警察就又来找了院长，打探起了这起索赔案件，但院长却否认己方有过失，和解的理由是这样比打官司便宜。至于事件的起因，他也轻描淡写的归结于家属悲伤过度，想找人背锅而已。而见院长如此掩盖，警察立即提到死者病历上显示，他最后的晚餐是由一个名字缩写为 YT 的人送的，这个人就是玉田吧。见警察已经调查得如此清楚了，院长再也不能掩饰了。然而就在警察刚约谈完，那晚看到玉田和死者在一起的所有人时，突然有老人发生了紧急状况，而这个人正是贝斯。于是大家立即去抢救，不料院长却心有余悸的大喊，我看到了他。见状，警察赶紧让他冷静慢慢说。院长这才说出，跟你们谈过后，我就去找了玉田，让他下午离职。他问为什么，我就告诉他是因为你对病患的态度。哪知玉田竟大发雷霆冲了出去，于是我很担心，就来看看贝斯。不料就看见玉田从房间走了出来，我也没多想，可再一看贝斯脉搏突然很微弱，然后就呼喊抢救了。而这时贝斯也被推了出来，不成想细心的警察却看到他胳膊上也有一个新的小针孔，这不由得让人怀疑是玉田下手了。于是两人立马来找了还未离开的玉田，让他交代15分钟前的行踪。可玉田称那时在库房，警察当然不信，当即让他跟着走一趟。玉田这才不敢嚣张了，扔下烟头乖乖跟着走了。哪知本森却见机赶紧捡起了那个烟头，这可是能提取指纹和 DNA 的。而很快指纹比对结果就出来了，玉田还想狡辩是非法获得，但那是他丢弃的，采集指纹完全合法。结果广坤家烟蒂上就有玉田的指纹，再结合他的一贯表现，警察一口咬定玉田就是凶手，并威胁他已经在检测烟蒂上的皮肉组织了，一旦结果出来就不需要你认罪坦白了，也就没有协商了。殊不知这是警察在骗他，因为烟蒂上的高温不可能留下皮肉组织的。可玉田就这么被唬住了，然后就主动承认是我烫了贝斯，原因竟是永强欠我钱，可他说可以向奶奶要到。Pulls a check from her purse, says, "You need to sign this, Graham." Bam, she does. So it's so easy you think you can try it yourself. So you go back in, get another check? And she yells rape, just like she used to at the home when I'd help dress her, as if. She screams? She tried to get you in trouble. So I go over to quiet her down, and my cigarette accidentally burns her chest, and she starts screaming rape at the top of her lungs. I just snap. I say, "I'll show you rape." I pull up her nightgown, and I jab that cigarette at her again and again. 原来是这么回事。接着警察又问今天的事，但玉田竟称今天根本没见他。然而警方可是有人正看到他，结果玉田还是不承认，坚称他出事时我在库房里。而为了验证他的话，警察来到了敬老院库房，发现计算机记录了玉田来过的时间。如果记录没错的话，那就是院长撒谎了。可这是为什么呢？随后警察向护工调查起了院长，结果他们都很尊敬院长，称他救过很多突发症状的老人。接着警察也当面向院长确认了这些事，可却因此判定是他对病人下的手，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黄博士分析这是恶性的英雄综合症，先刻意安排危险情境，制造紧急状况，然后以英雄之姿出现，从而得到关注和声誉。可问题是他对病人注射了什么？因为贝斯体内没检测出异常物质，不料黄博士却看到有肾上腺素，那是心脏停止跳动才用的药。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院长用心肺复苏术救活了贝斯，而心跳一旦恢复就没必要用这种药了，并且病历上也没写用过，这说明院长注射的就是肾上腺素，而健康人用了肾上腺素，心率会加快，提高血压到危险的程度，从而伪装成了心脏病。所以真相基本就是这样了。而这时警察又查到院长曾是护士，可怕的是他的执照15年前就被吊销了，原因是重大过失，未将氯化钾药剂稀释，这下必须采取行动了。随后警方取得证据后就来到了敬老院，院长还以为是玉田又咋了，于是警察直接严明技术员已查了注射器，上面没有玉田的指纹。不料院长还想狡辩他可能戴了手套，但警察在肾上腺素注射器上却找到了院长的指纹。结果院长又推给玉田称他已经认罪了，可他认的是烟头汤圆。这下院长没话说了，又埋怨警察让他难堪，但既然事情已经理清，警察也就不再客气了，立马以谋杀罪逮捕了他，然后就提起了指控。法医证实敬老院5年间死了22人，其中7人有钾中毒迹象，从他们的心电图可以看出，明显血钾过高，通俗讲就是他们心脏跳得太快，而造成这一后果是被注射了致命剂量。不料法医话还没说完，院长就跳起来喊是医生犯的错。见状，法官赶紧让律师控制他，哪知检察官却借着他的话问了起来，在所有这些病例中有多少不同护士给他们打过针？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院长。结果院长又急了，跳起来大喊他们已经行将就木，反正时日也不多了。但检察官严明不管他们是否快要死了，你都无权夺走他们的生命。哪知院长又喊我是在帮助人，还大骂检察官是蠢贱货，他彻底失控了。法官只能选择休庭，不成想院长又斥责起律师无能，竟不想再待下去，直接要走人。但这哪行，他可是被告。于是法警强制将院长控制了。然而院长仍是不服气，嘶吼着自己的丰功伟绩，一点也不承认杀了人，而只强调自己救了多少人。反正在他眼里只有救人的声誉，而这么看来庭审也就很简单了。接下来很快院长就会为他杀死的所有老人付出代价了。